好的，那么今天小狼是给大家带来一个超级马里奥的一个全关速通。不知道跟大家伙怎么解释，全关速通呢，其实就是意味着咱们自己呢不跳关，啊，就是从第一关的这个1-1-4，1-1到1-4，然后呢再到这个传说中的这个2-1，然后一直到8这个多少啊，你懂的啊，一直到这个8-4。咱们看一下，正常来讲的啊，咱们这个视频呢是从这个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开始算，大家伙懂吧？从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开始算，然后呢，看见这个人出来的时候呢，算到这个最后看见这个彩桥那一刻到为止啊，算是整个的记录。咱们并不是从第一关跳到第4关，然后第8关，是1、2、3、4、5、6、7、8这么走。所以说呢，肯定是要比这个纯速通要慢啊，要慢很多很多。但是呢，毕竟是每一个地图都会让你看见，当然除非一些 bug 地图啊，什么比如说什么负1关之类的。今天的操作者呢是来自于咱们的行奥 B 啊，就是一个平台的高手。其实呢，他本身呢已经创造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人脑记录。那么正常来讲呢，这次呢是他突破自己的记录啊，也就是说呢，在平台上已经是没谁了啊。正常来讲呢，咱们都知道啊，如果说咱们用真人去打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吧，用真人去打呢，其实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个人觉得挺难的啊，就是尤其是你不允许有任何的失误。可能现在有很多人玩那个，比如说什么马里奥制造那些呢，比如说就有很多人制造地图，他们是比如说去用一些限定你去如何通关。比如说让一些这个特色的地图啊，利用你特色的跳跃啊，踩到什么小翅膀的什么那个乌龟上啊之类的啊，像这种类型的东西呢，都是限你的条件。那个玩的是极限，但是咱们这次玩的就是对这个游戏的理解，而且在原版的基础上，你可以看到啊，咱们这个玩家已经把每一个地图刷的怪啊，这个每一个地点的这个走位怎么去加速，怎么去减速，什么时候吃蘑菇，什么时候吃花，都是研究的很清楚。啊，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不到应该说是2分钟吧，不到2分半钟，这个咱们就已经可以快看到最后的关底了。第一关的这个所谓的最后一个环节呢，其实非常简单啊。基本上来讲呢，如果你把它打死的话，也费不了多少颗子弹。当然了，咱们也有一个方法可以跳过去啊。Thank you Mario, but 什么这那的啊，反正就是那个我是蘑菇啊，但是我只是蘑菇公主啊。你要找到真正的公主在另一个地方啊，就是反正这个意思啊。你管不管的啊？你管她是哪个公主的，反正救就行了啊，就这个意思啊。当然可以看到呢，第2关的啊，应该说很少有人能看到第2关的这个关卡吧，不管是速通也好，怎么样也好，可能很少有人能看到，因为速通的话呢，咱们只能看到这个第1关，然后第2关直接跳到第4关，是不是啊？但是确实是有点微微的有点，把这个游戏的内容给搅没了。咱们从小呢看到那个游戏带。咱们这个从小游戏带呢，就属于你看啊，经常马里奥有很多种这个版本，其实呢都是一个版本。基本上都是属于什么呢？就是说属于那种，他把这个，你比如从第1关开始，或者从第2关开始，大家伙懂我的意思吧？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把这些关汇总啊，从另一个地方来，就跟魂斗罗呢给你各种子弹差不多啊，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啊。当然了，咱们这个行这个玩家呢啊，这个应该说在网上的全 ID 呢，我并不知道是什么，不知道是谁，但是平台 ID 我知道是叫这个行啊，我看得很清楚。但是正常来讲呢，咱们打速通啊，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这个玩家呢，我就基本上属于就是特别全面了啊，可能些许有一丁点的失误，但是这个失误呢，并不是很大，甚至是整个视频照这个咱们 TAS 啊，基本上也是差不多。不过方法呢，可能稍微的在这个谦虚一点啊，并不是那么直白。那么可以看到第二关的这个往下走呢，可以看到有这个有很多地方啊，可能咱们都没有看过啊，就当咱们这个重温一下这个经典就好了啊。因为正常来讲呢，可能要我小时候玩，我也是选择跳关，不管是升天术啊，还是跳关呢，对于小狼来说啊，都是属于就是感觉特别牛逼。小的时候觉得这个游戏有什么玩的特别好啊，就是什么玩通关了之后感觉好像能奖励点啥似的，就是这种感觉啊。当然前几关还是比较简单的，第2关的第4关。
每一关的音乐呢都不太一样。第一关当当当当当当，水关是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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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啊。这个第4关呢就是比较紧张刺激了。咱们可以看到，基本上一路就是拉着这个加速和跳，直接给他怼死。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咱们前2关都是选择用这个子弹给他打死啊。打死他其实并不费多少。小的时候，很多小朋友啊，小的时候就是说想打死他，可是由于自己技术可能不太好，打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之前你还没到 BOSS 关底的时候，你就被那个东西给碰到了之后呢，你就变成小个了啊，一下子就变成了这个从这个当年的这个一根筋变成2头堵了啊，就是非常嘚儿了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啊，这个就是既然人家从乡长变成散胖子了，咱就别再当头再给一棒子了啊。好了，通关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啊，每次采旗的时候呢，都是不能是6秒、3秒和1秒，尤其是不能6秒啊。你要是6秒的话呢，那就太嘚了。6秒的话呢，你就不如再等一下，要不然你就放6个炮，那6个炮呢也能浪费点时间啊。好了，这是第3关的第2关。第3关呢，就是咱们就俗称黑夜关。我记得好像这个咱们玩那个什么几百合一或者上千合一那个马里奥啊，可能在第3关不是第3关，第3页可能就是第30多关啊，不30多关，第30多个游戏也是超级马里奥啊，就是从头颠，然后他就是从这儿开始，好像就是从这儿开始，然后40多页、50多页，后来呢，反正也有啊，反正各种各样不一样，可能再绕回来。那种什么上千合一的那种带吧，其实特别嘚儿啊，特别嘚儿，不像咱们所说的那种什么8合一，尤其是4合一的游戏啊，在小的时候那是最火的，4合一、8合一、16合一、32合一，然后呢这个64合一，然后128合一，这个大家伙都知道禁制数啊，然后再有呢就是什么256合一，然后再往上就是什么1000合一啊，什么这那的啊，反正是老嘚儿了啊。其实那些就是那么几个游戏连轴转。不过呢，不得不说啊，就算是这些游戏当中呢，咱们最经典的游戏还得属于类似于像什么马里奥啊，像什么一些这种经典的魂斗罗这种游戏，包括沙罗曼蛇，以及咱们还有各种各样的游戏。但是当然嘛啊，还有一些更优质的游戏呢，咱们没办法拿到那个多少合一那种，在这里面咱们也就不多说了啊。在这里呢，咱们还是多说一下这个游戏。可以看到，直接跳到4-1关。正常来讲呢，咱们从第2关的开始啊，就是从第4关的就第1小关的第2关跳关开始呢，就直接跳到这儿了。这个大家伙都有心里面都有想法，都知道的啊。当然，事实上呢，作为咱们玩家来讲啊，就是说，不管记录是怎么样的，但是咱们玩家的啊，每一个人的心呢啊，都是这个想要把自己的技术练到最好，把这个游戏开发到最完美。咱们不管出现什么样的作品，只要这个作品是精品呢，小狼就会拿出来给大家伙儿分享一下。同时呢，这个给大家伙儿再催眠一下啊，大家伙儿懂的啊，就是这个意思啊。4-2。基本上呢，你可以看到第1关、第4关和第8关，它的形式差不多啊。第一上来都是那个走这个白天，然后直接下来就是变成了这个传说中的这个小下水道啊，下水道。然后呢，咱们通关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啊，由于咱们不跳关，所以说呢，你看到了很多咱们平时看不到的东西。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一次呢，就是走这个桥底啊，走这个下水道底下，咱们并没有爬那个升天树，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啊，也不跳到第8关啊，就是在跳关的过程当中呢，咱们永远是保持低调的啊，非常非常低调。来第4关的第3关，4-3啊，4-3的话可能就很少有人看到了。基本上呢，在通关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画风呢啊，基本上都差不多。但是有一些小地图，你比如像这个有点像长颈鹿，有点像那个碰上彩虹吃定彩虹那个啊，有点像那个啊。然后随着这个城堡不断变大，也是感觉到这个游戏反正哎呦我去，是1秒钟放了个炮啊，但是1个炮无所谓。3个炮的话，或者尤其是6个炮啊，就太嘚了。好了，可以看到第4关的第4关，基本上啊很少能看到。有的时候呢，咱们跳起来的时候有这个下蹲，可以看到跳起来这个下蹲啊是非常有意思的。咱们选择了走下路，然后及时的下蹲。上路呢，这个不是说不让你走啊，就你也看到了啊，你也看到了，那是个死胡同。然后这次呢，咱们并没有把这个传说中的这个大龙给打掉啊，浑身带刺儿啊。
长了个豪猪的一个不是忍者，就这种感觉啊。当然咱们不管这个啊，就是再往后的话呢，就是5-1，基本上除了第8关8-1之后啊，可能大家伙儿基本上之前的大家伙儿都是看不到的。第5关的第1关呢，这个有很多炮，然后空中你看有这个小管道啊，有很多管道呢。很多人说小狼啊，这管道是不是能进去？其实啊，大家伙儿记住，大部分的管道呢是进不去的。进去的管道呢，无非就是让你去吃点金币啊，吃点金币。然后呢，在最后一关第8关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是有一个这个给咱们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说这个你可能不能说快速通关啊，你走那个密室，就是走那个迷宫，你在钻那个道。如果不钻迷宫的话，就太嘚儿。好了，这个地图背得很熟啊。小的时候看到那个撇耍杂技这个小猴子吧，小时候特别害怕，生怕自己呢这个在冲锋陷阵的过程当中呢啊，被这个小猴子碰到，或者说扔这个东西给砸到啊，非常讨厌。然后5-3，时间呢现在是11分钟，不到11分钟啊。这一关的难点呢，就是有点这一关就是基本上跟这个第3关啊，第1关的第3关差不多。然后呢，这个远处呢是有炮啊，这个炮呢其实说恶心嘛，也就那么回事儿啊，也就那么回事儿，速度很慢，然后咱们还可以踩着它，所以说基本上就这个意思啊。来看看又是第5关的第4关。这个地方呢，咱们可以在冲锋的过程当中呢，你该跳的时候也可以跳。你看刚才这个跳起来一蹲，瞬间就是躲过了这个小障碍啊，利用本身的这个蹲姿啊。好了，是绕开了一下。这次一打掉之后呢，看啊，这个击倒的这个特效并不是一个蘑菇，而是一个龟壳啊，就是原本这个山屯子啊。又是一个黑店，从这个大城堡一出来啊，一个黑店，然后上方是有这个眼镜云。小时候认为这个眼镜云是特别恶心啊，你走得快它也追着你，然后呢他扔下来这个东西呢，说句实话你踩不死，你只能用子弹给它打掉，或者说给它跳过去啊，这太嘚儿。又是一个家伙放一个炮，嘣，嘣，这个炮啊，小的时候我们管它叫屁啊，这是太恶心了啊！小的时候真不知道是这个，他最后剩了多少秒是给多少个炮，以为好像就是快速通关或者吃了金币多才给炮啊。后来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啊！好，可以看到这一关很有特点，基本上给你设定的这个障碍呢，都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恶心。但是呢，咱们提前预判出子弹的话呢，基本上啊就不会出现问题了。好了，这次是明显在空中有个减速。明显在空中滑翔的过程当中呢，是松开了这个发射子弹这个键。为什么松开啊？就是因为它要避开那个3秒，如果不避开那个3秒的话，会很郁闷。好了，第6关的第3关是一个有点像那个老电影啊，老电影版。除了一些可以踩的东西呢是活灵活现的，剩下的都感觉有点类似于像那个咱们说啊，说实话，有点像那个就是老电影啊，有点像那个回忆那种感觉。连城堡都是银色的啊！这个可能这个咱们做这个游戏的这个程序员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了。这个一个游戏卡带就这么大，他没办法把这个 NES 这个游戏再加什么各种各样的内容啊，可能就是没招了啊！一共8-4关，32关，那来吧啊！再加上可能说负1关程序错误出现的东西啊，想吧，那就想吧啊！好了，连续的钻过这个小火球，这个位置要给他打死。好了，这个位置可能啊，这边打掉呢是变成了一个水里的小水母啊，水里小水母。但是击打的过程当中呢，还是看得出来啊，越往后这个 BOSS 确实也越恶心。来吧，看看连续的弦跳。这次呢，明显这个炮弹就是直接在屏幕上显示啊，发射炮弹这个，我小时候总感觉发射这个炮弹这哥们叫电话啊。好了，看一下屏幕有这个动态模糊，虽然说这个动态模糊呢并不是很专业的动态模糊啊，帧数不是很饱满，但是呢运行的时候呢，咱们跑的过程当中还是感觉到有点那个速度的感觉啊。很多人玩游戏不知道这个什么叫这个
啊，什么叫我刚才说的啊？就是说这个说白了就是这个意思啊，动态模糊啊。有的话呢写的生动一点，没有的话呢你会感觉到很假。好了，又是水关。你看这个，你在上面游的话呢，这个水母啊，就算它会薅油根，它对咱们也是没什么招的。好了，这个地方咱们只能下蹲，然后慢慢游上来。游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这个游的，你不能说快就一定会占优势，你会考虑到这个，比如说鱼的这个移动速度，像那个小灰鱼和小金鱼，以及这个小水母啊，它游的速度要掌握不好的话，就会变得非常嘚儿。等一会儿，这个时候一定要等啊，要直接下去的话就会死得很惨。7-2，跳过来又是一个炮，反正总之啊，一个炮是怎么都行。2个炮就太嘚儿了啊！来看看，直接是7-3，这一看就是有飞鱼啊！传说中的青鸟飞鱼，这个鱼是能飞的话呢，事实上啊，咱们确实是，咱们可以看到刚才那个跳蹲那一下啊，非常专业啊！如果不蹲的话，就会挨揍了。这个飞鱼好像在南海或者在这个什么。在这个各种这个欧洲那边啊，也是有这样的飞鱼啊，包括咱们看那个叫什么，叫那个就是一个小孩，印度小孩跟老虎，他俩一起漂流，叫什么漂流，反正不知道什么漂流，忘了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面有这个飞鱼，这个飞鱼设置的还是挺好的啊，还是挺好的，有时候挺恶心。你们狼嫂呢那时候玩这个超级玛丽不会加速，然后天天被这个飞鱼给一下就给底下坐到了，然后气逼了啊，真是气逼了。好了，连续的往前冲，哎，这个位置有一丢丢的小失误啊，这就是说咱们没办法啊，现场打的不能在这儿呢直接回档，所以没招。好了，直接再打这个位置，想要跳过去确实很难，因为呢，因为这哥们儿吧，他发射的这个频率太快了，7-4，然后呢是不到17分钟，在之后呢可以看到有这个，在之后呢是第8关的第1关。也就是说，从此往后呢啊，咱们就基本上非常熟悉了。第8关呢啊，这个也是属于那种大家伙都比较了解，就是说所有的地图都非常的长，尤其是这一关的地图，这关地图要搁狼嫂啊，要是让狼嫂玩的话呢，基本上属于过不了关。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关嘛，狼嫂不会加速的话，铁死。就是说你一会儿时间到了，你还没走到地方，你可以看到啊，非常非常长啊，这个地图啊。当然呢，咱们现在呢一路加速也就这么回事儿。如果不加速的话，相信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估计你狼嫂玩的话，就是必须得是那个游戏过了100秒以内啊。它这个秒还不是按秒使劲儿了，它这个秒比正常咱们那个秒要快的很多啊，要快很多。你看7、6、5、4，你要是时间要这么快，我操，他妈人得活到300多岁啊，400多岁得活到啊，那别扯了。好了，连续前跳。这个地图设计的越来越这个极限啊，可能有的地方跳过去让你站的地方的不多。好了，这地方稍微等一下，正好踩那个子弹，然后弹上去啊，也是挺逗的啊。来吧，这样的话是8-2，反正也是越来越快啊。这个速度呢啊，永远都是不会嫌快的。玩游戏记住，玩游戏肯定是快难。这个如果要是玩这个真人游戏的话啊，快难就非常鄙视了啊，就是谁要是快难，那得让人愁死，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啊，跳过来，坐地。有的时候子弹呢可以提前输入啊，这个子弹提前输入呢，说句实话就得让咱们大伙看了。你玩的时间不好的，又是减速，看不看见？避开那个3秒，如果不避开那个3秒，那真是没谁了啊！那就是说白了，就是浪费1-2秒钟的时间。可是这个时间非常重要，你的时间非常值钱啊！那张靓颖都没谁了啊！第4关，这关也是收尾关啊，直接进入咱们的管道，然后开始一个小加速。跳到上面来，这个地方，有人说可以沿着那个墙根跳上去啊，但是呢，明显没有成。最后呢，还是选择撞了一下，然后直接跳到第3个里面进水关。
哎，一下蹲，就是一顿蹲啊。这个地方设计的我觉得挺嘚儿的。这个小火球在水里面，就你们想想啊，水里面有火球，有火球就有火球呗，你3味真火也行啊。结果还是里面真空的，啥也不挂，就有莫名其妙有火球啊。好了，看一下这个马里奥救的这个公主是明显是7个小矮人和公主生出来的那个公主啊，太矮了啊，而且长得也不好看啊，明显长得就是，哎呀，反正是。咱说女的，公主女儿也是女儿啊，没招了啊，就这个意思吧啊。好了，当然了，最后呢也是19分钟38秒啊，一共记录，也是再次感谢大家伙的收听，也是感谢咱们的这个行行提供的游戏录像，咱们大家伙呢也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来支持一下小狼，咱们下期再见。